最后跟老板砍价还价了一番哈，最后以5万的总价成交了这12件小小的，可以说是破铜烂铁啊。我现在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这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商店啊，都藏在我身后的这种大街小巷里面。这里面呢有一种就是古董店，看上去非常的貌不惊人，很低调的啊。不知道去这些古董店里面能不能淘到宝呢？尼泊尔是一个挂在喜马拉雅山脉边缘的国家，自古以来连接着青藏高原与南亚次大陆。千百年来，喜马拉雅地区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如今的尼泊尔旅游业发达，各国人员往来密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尼泊尔的古董店里淘宝会成功吗？像最近国内这个藏传文玩的风非常的大，非常的火。打个比方就是像这么一块小牌牌它其实就是那个平时藏族朋友们外出带在身上保平安的一种铜制的这种小牌牌，它叫做9宫八卦牌。好的品相、好的年份的在收藏市场上能够卖到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价格它都有一般的那种到了代的，它都能够卖到几千块钱这么一块的。因为最近这几年因为特殊原因很多像人员往来不那么密切，我现在想去这边尼泊尔街头的这种古玩店里面看一看，能不能淘个宝捡个漏。在藏传文玩的范畴里，最出名的当属天珠。其次还有各种材质的佛珠，如小叶紫檀、菩提等等，而天铁则是后起之秀，它的名字里带着几许神秘的天外来客色彩。9宫八卦牌也包含在广义上的天铁范畴里。那到底什么是天铁？它又是因为何种原因受到大家的喜爱呢？我身后的这个店挂出的那些小玩意儿，看上去还蛮有趣的。一会儿我们就进去看一下，看在这种店里面能不能淘到什么老的东西这个是店里的老板一来就看到我了。你看老板身上挂了好多这个串儿就有点像在拉萨那个冲赛康市收货的那些老板一样看老板的气质还是蛮像有货的人看老板身上的这串上面还带了好多很多藏式的一些好玩的东西这就是我刚刚给大家展示的那个9宫八卦No, I think no. 是这个皮革是做旧的状态，没有什么磨损的痕迹How many years old? This? Yeah. Something 70 years. 70 years old. 70年，我看几个月都算多了。Z， 老板翻了点好东西这个应该是属于那种台湾珠这个因为在这种市场上是不可能买到至纯天珠的，可能他们对于这种做旧非常好的东西就可以当做老东西卖它只是外面的皮壳包浆做的非常像老东西，从磨损的痕迹，从那种包浆的光气上，你能够一眼看得出这个就是明显做旧的这种工艺品。老板给我翻出了2个小佛我刚想是拿着这个小佛跟大家讲一讲这种就是工厂酸咬出来的这种佛他以为我对这个佛有兴趣，立马给我翻了一堆出来这种佛就是这么多他店里都有这么多，哪有那么多真的 This material from the sky. Let me see. 老板又翻出了压箱底的宝贝这是一个，他说是 from sky 这是说是真正的从天上降下来的云铁，应该是属于云铁的性质这些东西在国外的话卖的非常非常的贵如果是真的话是按克计的，而且价格那是比黄金都不知道贵多少倍的。真有这么一大口云铁的话，那真的是发财了。这个东西从手感上来看就是明显就不是很轻很轻。无独有偶，我寻找的藏传文化中的天铁最早也正是来自于云铁。相传在千百年前，藏族先民在游牧过程中拾捡到了从天而降的云铁，以及被雷电击中的含有铁元素的石头，加工后进行佩戴。而广义上的天铁也包含了后人们使用合金铜材质铸造的各种法器、护身符、吉祥物等等。如今这类物品受到了越来越多藏传文化爱好者的追捧，价格更是水涨船高。陈坤曾佩戴过一款天铁的大鹏金翅鸟，有类似款曾被卖出了近100万的天价。就在这么一个小巷子里面我又发现了有一家古董店，进去看一下这一家这个第2家有没有什么收获。老板说这些都是到处去自己收集来的，像这种的话就可能年头会比较小一点你看它整个的磨损痕迹可能就10几20年够不上
这个所谓的倒带的一个标准。像这种类型的话，我就可能不会想要它的。判断的标准并不绝对啊，首先还得看它表面的这种包浆皮壳是否生动。如果说它仅仅是因为颜色深或者是黑，它有可能是造假，要看它这种是否有这种光气，有这种自然的一种反应啊。老板又给我展示一个新的神奇的物件，他把这个叫做 Magic Mirror。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个勺子啊，他说这个在古时候啊，这些人如果说丢失了什么东西啊，就要去寺庙里面请喇嘛来，就类似于像就是问卜问卦的这种形式啊，就要通过这个神奇的魔镜啊，能够帮他找到你丢失的东西。虽然它听上去非常的玄乎哈。You put like this. Yeah. Yeah. And just not hand. Just feel. Feel it. 啊，感觉老板在给我讲故事啊。好好的每个古董，咋还表演上魔术了呢？他叫我把勺子放在手里面啊，然后轻轻 Something happened. Really？ Yeah. 叫我轻轻的感受一下啊，就是这个手啊放在这个勺子的上面。It's more than 500 years old. What will be happen？ Maybe you think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ing? You know? 这么神奇，这么玄妙吗？太玄乎了这个。OK， 好了，我手已经很累了，但是我没有感觉到什么事情的发生啊。由于这家店里的故事远比货好，所以听完了故事我就离开了，接着寻找下一家店继续寻宝。在这个巷子中哈，我现在又发现了一家，这家是西藏特色的，进去瞧一瞧啊！我看到了一枚这个蝴蝶杵的，但这个是一个双面的一个整体的，它包了一个金边啊，做了一个镶嵌，皮壳油光，看上去这一枚就是有一种厚重中带着一种精致的感觉啊！在这家店里面，我算是找到了还是比较满意的、称心如意的这种托夹啊。这个就是所谓行业人介叫的巧克力皮壳啊，就是它的整体的外壳都呈现一种像巧克力一样的那种光泽度、润度，还有颜色啊，摸上去也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滑的那种感觉。虽然叫天铁，都叫天铁啊，但是它们氧化形成不同的皮壳啊，就是因为天铁它其实是一种铜的合金啊，就是不同的成分的金属混合在一起，然后由于配比不一样啊，所以说它氧化之后形成的这种表面的皮革层是不一样的。我从这一柜子的东西中选了这么一些出来啊，然后接下来就跟老板谈谈价格了。This one 35. 35啊，35000。85。老板现在给我报了一个价啊，这个最贵啊，这个从这个，因为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法器金刚杵啊，磨损非常到位啊，这个至少是到清中期的一个金刚杵啊。但是目前这个天铁就是在国内也好，在尼泊尔也好，就是真正的老东西哈，没有一件价格是特别便宜的，就真正能让你捡到大漏的东西是没有的。就是个别的东西可能自己喜欢，但是它可能个头没有那么大，可能价格会稍微低一点，这就是有一个价格的一个空间啊。试着去跟老板再谈一谈，看能不能买多一点，然后要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折扣啊。最后跟老板砍价还价了一番哈，最后以5万的总价啊成交了这12件小小的，可以说是破铜烂铁啊，就是在喜欢的人眼中它就值这个价格，可能在不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眼中它就是一文不值的破铜烂铁。其实为什么现在这个藏传文化中的这种天铁的可以叫做小元素啊，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欢，甚至是年轻人的喜欢啊。以前文玩这个东西听上去就是很有门槛的啊，就是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收藏一个花瓶，收藏一个青铜器啊之类的东西是非常昂贵的。但是这种藏传的文玩啊，它的这藏传小元素类的东西，它整体的价格门槛会比较低啊，低到几百甚至几千，有些小东西就可以入手，让你慢慢的可以去升级啊，去升级换代啊，而且这些东西呢也可以发挥创意的，它不像你收藏一个花瓶只能放在家里，还得想方设法把它给保护起来，怕它给损坏了。像这种铜铁件类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做成那种小的装饰啊，然后随身可以佩戴啊。其实就像我现在身上戴的这个，也就是一个小的一个紫金利玛铜的一个杵啊，一个金刚杵。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绳子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吊坠，
它可以方便去佩戴，可以搭配各种不同的风格。这些藏传的小元素呢，它又比普通的装饰品来说呢，又更多了一份文化与历史的传承，所以让这种可以说是文玩的东西啊，突破了一种很小众的范围，让更多的年轻人啊都开始可以接受它，去喜欢它。